大家好，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眼睛一闭一睁，金宵大厦2又来了。上期第2个单元故事双鱼完结，现在已经出现了至少3个版本的小黑。原本的咖啡师小黑 Morris， 一丝不挂闪现在天台的失忆小黑 Joy， 以及60年代的精神病人。如今失忆小黑陪在小白身边，小白虽然觉得男友不太对劲，性格行为都判若两人，但打死他也想不到，身边的小黑或许早已不是从前的男友了。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进入正题。本期故事一开始，氛围和前2期大不相同。在一条热闹的老街上，一个小哥以送水谋生。只见小哥送水送到一半，路遇恶霸强抢民女，小哥路见不平，扔水桶相助。就这样，送水小哥被恶霸活活打死，强抢民女的一幕重新上演。小哥和上次一样想救人，然而身上突然闪现的马赛克告诉我们，这位挑水哥可能只是游戏中的 NPC。第3个单元故事《城寨英雄购》就与这款游戏有关。画面回到金宵大厦，小白没有把老爸留下的照相馆卖掉，而是租给了小林。小林特意收拾好白爸留下的东西，想让小白带走。可小白还有其他事要办，便把箱子留在照相馆，说好下次有空再来拿。而这时小黑就在照相馆的暗房里，但不知道为何，小林并没有告诉小黑他女朋友刚来过。小黑还在研究老相机，他总觉得相机的主人他应该认识，洗出来的照片也看着眼熟。说着，小黑的眼神就落在了一张网吧的照片上。网吧里，照片上的玩家聚精会神地对着屏幕，他们的业余游戏战队即将解散。5个队员本来都是网友，大家想着要散伙了，约好见面打一场告别赛。没想到最后一次一起玩，一个队友迟到，另一个队友直接咕咕了。3人就要打一把游戏比一比。镜头是收到一款新游戏《城寨英雄购》的内测邀请，邀请中写道：点击链接可以免费试玩，但机会只有1次，且试玩过程中可能遇到 bug。这款游戏是根据 TVB16年出品的民国功夫剧《城寨英雄》改编的，也不知道靠不靠谱。不巧，小黑就在这时来到了网吧，想让他们打听一下拍照片的人是谁。可是几个人刚登录游戏，就突然失去了意识，这是咋回事呢？隔壁上网的大叔一直关注着这边的情况，此时跳出来阻止小黑报警，说是这3人只不过是被吸进游戏里了。这事儿发生在其他地方，我听的大叔肯定是中二病犯了。不过发生在金宵大厦，我只能说合理。接下来，大家一起进入游戏。我们按照角色外形，就叫游戏3人组眼镜哥、短发姐和广志吧。此时他们眼前已经出现血条、技能等游戏相关的指数，进入了城寨英雄购的世界，成为了里面的角色。此游戏以9龙城寨为背景，一砖一瓦都十分真实，但是比起周边的环境，还有更真实的。哇，連痛感都有，呢隻 game 真係好正啊！难道这就是最高科技的 VR 游戏，比头号玩家还要高级，类似黑镜的那种？3人兴致勃勃地进入主场景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开场出现的挑水哥。结果大家刚和他打了招呼，挑水哥就一副猥琐表情，问他们是不是来城寨消费的。见3人没回答，挑水哥又重复了一遍相同的话。接着，广志让挑水哥带路，一起探索剧情。在这里，他们再次触发了强抢民女的剧情任务。不过这次可能是因为有玩家在，挑水哥不仅没见义勇为，反而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，告诉大家，在城寨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切记不能乱看、乱走、乱来。随后，挑水哥公布剧情任务：打倒恶霸，解救少女。可他们仨还是萌新，真的能打倒反派吗？恶霸的小弟们动也没动，游戏3人组已经是残兵败将。眼镜哥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奶妈，提议大家先补给，稍后再来通关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迟到的队员来到网吧，也收到了城寨英雄购的内测邀请。中二大叔似乎很想进入游戏世界，给了小伙一笔钱，却用他的账号登录了游戏。这下好了，只有清醒的小黑一脸蒙圈。游戏3人组看到队友登录，还以为支援来了，结果来人是个陌生大叔，他们当场傻眼。不过大叔有一个优势，他看过《城寨英雄》这部剧，相当于剧情外挂。说罢，大叔带着眼镜哥和广志正面跟恶霸。短发姐偷偷去救人，当她发现自己还是晚了一步，少女重伤而死以后，悲伤和愤怒就会触发短发姐的杀手必杀技。这特效只给5块，不能多了。短发姐确实生猛，真的宰了恶霸。少女虽然难逃厄运，但游戏剧情如此，能顺利通关就不错了。接着，大叔说明自己的来意，他叫任世家，他的儿子其实是今天割了大家的第5名队员，名叫天堂。对，他的儿子叫任天堂。世家迷们有没有被爽到？大叔说，他们父子俩刚吵了一架，他们儿子不求上进，只是在玩游戏，谁知吵架之后，天堂就消失了。后来，大叔发现儿子早在队友之前就登录了城寨英雄购，所以一直在网吧等机会进入游戏，寻找儿子的下落。短发姐似乎对天堂很有好感，可他不仅游戏打得好，学习成绩也好，为人风趣幽默，是几个男队员里最有魅力的。挑水哥可能是听不下去彩虹屁，连忙宣布要在城寨里活下去，不仅要升级技能和经验，还要打工赚钱。接下来根据剧情人设，短发姐搞美容美发，眼镜哥开牙科诊所，广志打麻将，谁是各显神通。大叔没有特殊技能，就只能帮挑水哥挑水。
他边挑水边挨家挨户打听儿子的下落。在大叔的观念里，没有什么游戏世界，每个 NPC 都是活生生的人。他相信只要他真诚交流，就一定能找回儿子。跳水哥则按照程序一直跟在大叔身边，看着他干活。这时，大叔不小心撞到一个 NPC 小男孩。小男孩的爸爸为了哄儿子开心，放起了漂亮的烟花。跳水哥听到大叔怀念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想起了什么，出现了卡顿。几个人忙活了一天，大家把这里当游戏世界，认为 NPC 没有感觉也不会饿。只有大叔看跳水哥跟着他们走了一天，很辛苦，非要叫他一起吃饭。为了证明跳水哥没有感觉，广志打了他一拳。果然跳水哥还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。接着场景从游戏世界转换到了60年代的精神病院。男病人终于从电疗室回到了病房，跟女医生讲起了城寨游戏的故事。60年代的女医生别说元宇宙 VR 这些概念了，连电脑都不懂，因为第4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是1970年才出现的。不过女医生依然凭借一些知识积累，理解了电脑游戏这种娱乐方式。她很好奇，如果人们沉迷游戏之中是为了逃避现实，那为啥这些人会进入九龙城寨，而不是选择世外桃源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医生属于人生赢家，当然想去更美好的地方，而游戏3人组就是妥妥的 loser。或许只有在乌烟瘴气的九龙城寨，他们才能找到优越感。说到这里，游戏中的短发姐和广志一言不合大吵一架。广志吐槽短发姐性格粗鲁，是没人要的大龄剩女；短发姐则吐槽广志啃老，一辈子除了自己老妈，没有女人会喜欢他。见一旁的眼镜哥笑出声，广志转头又吐槽眼镜哥高考接连失利，还妄想当医生，简直痴人说梦。广志找到游戏中的妈妈来完成这些任务，就像现实里的老妈不同意广志走电竞之路，游戏中的 NPC 老妈也因为广志天天上擂台打拳，气得狠狠教训了他。短发姐独自在城寨里乱逛，遇到一个期待出嫁的女 NPC，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之后短发姐不小心碰到了支线反派冯春美，这可是原剧里九龙城寨黄野龙头大哥 BOSS 级角色，短发姐完全不是对手。同一时间，大叔继续找儿子，却找到了游戏的终极 BOSS。城寨英雄的电视剧里，终极 BOSS 的隐藏身份就是这个卖钵仔糕的小贩，会不会是他把儿子藏起来了？可是没人触发剧情，大 BOSS 只会卖钵仔糕。大叔又懊恼又自责，跳水哥看在眼里，想说些什么，却脱口而出：短发姐被冯春美抓走了。既然大 BOSS 还没触发，大叔和眼镜哥还是一道去救短发姐。冯春美登场，就拿出一堆欠条，要和大叔抽牌比大小。大叔要是赢了，可以拿走游乐欠条；输了就要和眼镜哥互殴。多亏大叔看过电视剧，知道荷官是卧底，最后冯春美还是会输。竟然强行把剧情跳到从冯春美输牌开始，冯春美果断暴走，他的小弟们也纷纷发动技能。这时广志急着赶到，他终于完成了自己关于母子感情的支线任务，获得了一个 buff， 现在浑身是油。冯春美一碰到他就打滑，根本不是广志的对手。另一边，大叔和短发姐都是残血状态，冯春美的小弟发着飞镖，两人很可能一起 game over。一个普通 NPC 怎么会替自己挡刀？跳水哥受伤之后倒地抽搐，其他人都以为是 bug， 劝大叔快走。只有大叔从一堆马赛克中看到了自己儿子的面容。其实大家应该从跳水哥出场的时候就能猜出他绝不是普通的 NPC， 而根据他卡 bug 的时机，也能感受到他想突破 NPC 的身份和爸爸相认。大叔用尽全力把跳水哥带回老家，对众人说出实情。儿子天堂并非队员们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其实他患有渐冻症，已经很难独立生活，经常要去医院复查。大叔时常鼓励儿子，霍金也得了渐冻症，但他仍然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。然而天堂还是郁郁寡欢，只有在游戏里，他才能找回自信和快乐。大叔怕儿子再这样下去，病情会恶化得更快，劝他多走动、多锻炼。天堂却觉得父亲不理解自己。见儿子还是不听自己的教训，大叔一气之下摔坏了天堂的手机。这段回忆是父子矛盾恶化的导火索。难道说天堂还在生爸爸的气，所以才不肯和他相认？大叔找到跳水哥表明态度，他这个当爹的要以身作则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到底，不会放弃。大叔不停地挑水赚钱，直到他又在巷子里碰到了之前的小男孩。这一次跳水哥故意撞到男孩，应该是被大叔感动，想和老爸再看一次烟花。大叔抓住机会继续感化儿子。现实里天堂其实不是失踪，而是已经昏迷好几天，医生早就说没救了。只有大叔相信天堂只是被游戏吸进去了。在寻找天堂的过程中，大叔发现游戏对儿子来说不只是游戏，儿子的自由、快乐、梦想都在这里实现。说到这里，大叔真诚地向儿子道歉，父子俩终于相认，场面感人，催人泪下。天堂胜利归队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，天堂告诉大家，这款游戏有个致命 bug， 玩家只要死过一次，就会被游戏留下，永远做 NPC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天堂之外，游戏里还有许多 NPC 原本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玩家。既然如此，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打败 BOSS。短发姐、眼镜哥和广志天天练级。
大叔这个角色在剧里是主角，角色叫猛虎硬爬山，是8极拳的一招必杀技，能一掌拍碎敌人的天灵盖。可是他练了很久都没能掌握，这下就得靠天堂帮忙了。天堂啃住老爸一顿毒打，这父慈子孝的场面咱也不忍心多看。总之，在挨打到极限的时候，大叔的绝技终于练成，一掌拍向了儿子的天灵盖。多亏天堂是 NPC 死不了。没错，猛虎硬爬山就是要在玩家濒死之际才能学会。大叔带着孩子们按照电视剧《成战英雄》的剧情，找到了最终 BOSS 出现的地点。不过卖钵仔糕的摊位还在，人却不见踪影。天堂独自去附近寻找 BOSS， 而后大叔一行人收到通知 ，BOSS 在城寨的天井发起决战，和原本的剧情已经对不上了。大叔赶到天井，发现天堂已经落在了 BOSS 手里。原来此人是游戏的第一个通关者，自从他打通游戏之后，便留在这里统治城寨。所有进入游戏的玩家都必须跟着他的想法走。他大胆说回天堂的思想，让他变回了 NPC。大叔见儿子被控制，二话不说，带着大伙一起上。但 BOSS 已经修改了自己的设定，他现在没有任何弱点，处于无敌状态，谁也打不过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制作许多分身，一个人围殴一群人。眼睁睁看着同伴和老爸挨打，天堂终于爆发，靠自由意志突破了游戏程序，并带动所有 NPC 一起反抗 BOSS。天堂发现 BOSS 的行动越来越慢，看来这游戏优化不行，无法同时运行太多程序。天堂趁机一招猛虎硬爬山，打中了 BOSS 的天灵盖。BOSS 变成一堆马赛克飞走了，天堂也获得了掌控城寨的资格。他直接宣布，大家可以自由自在的打游戏，所有玩家们都自由了。一场大战结束后，天堂跟着队友们和老爸走向出口，他就要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其他人离开游戏，还能继续读书、赚钱、谈恋爱。可天堂回到现实世界，只能继续苟延残喘的躺在病床上，所以他还是决定留在游戏世界。大叔起初无法接受失去儿子，但看到天堂在游戏里的应有表现，他愿意相信儿子不是废柴，他值得拥有一片自己的天地。几人从游戏中醒来，立马去医院见天堂最后一面。这个连小黑自掏腰包续网费，结果等了太久睡着了，最后连人影都没逮住。几天后，短发姐、眼镜哥和广志都解开了心结，和自己的家人达成了和解。小黑再次找上门来，他总觉得拍那张照片的人是自己，可是短发姐、眼镜哥和广志都没印象，不记得啥时候被偷拍了。幸运的是，这张照片居然还拍到了天堂的身影，这是几个小伙伴唯一的一张合照。可奇怪的是，小黑明明失忆了，连女朋友都不记得，却对城寨英雄购的开发公司 MIA 有印象。据说这家公司在游戏玩家中很有名，但这和小黑有啥关系呢？场景回到60年代，女医生说道：“如果可以，许多人应该都想活在游戏世界里，但这人如果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那就是精神病了。”小黑委屈：“我都讲了好几个未来的小故事，你咋还不相信我是穿越来的？”小白反问：“你说你是穿越来的，那你为什么穿越呢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你。兜了好几个圈子，原来在这等着呢。”医生顺势哄骗小黑：“你乖乖吃了药，我明天再来听你的故事。”而小黑却在医生离开后，立马吐出了药丸，拿起抽屉里的音乐盒，音乐声响起，画面回到金宵大厦照相馆，小黑也在哼歌。小黑无意识地哼唱着《今宵多珍重》，吓了小林一跳。可见小黑啥也没想起来，他又迅速恢复了冷静。小黑接着对小林说出心中的困惑：失忆以后，他虽然对金宵大厦有印象，可是开车、认字都有障碍。明明不记得小白，却又感觉和小白认识了很久。小林没有接话，说着约了人吃饭，请小黑帮忙看店，顺便扔掉白爸留下了一箱杂物。奇怪，小白明明说改天来拿，为啥小林自作主张要把东西扔掉？而且小林还是没告诉小黑是小白找他吃饭，感谢他租下老旧的照相馆。小白说起大厦年久失修，随时会断电，如果照相馆电路出问题，他会及时请电工维修。小林则觉得金宵大厦本身就很古怪，维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。迷信的说法是总有灵异事件发生，科学的说法是这栋大厦有特别的磁场。小白终于有了倾诉对象，立马说起了7楼半的事。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他一定阻止小黑去7楼半。小林却觉得，就算时间倒流，小白能回到过去，也会引发蝴蝶效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劝他不要再纠结失忆的小黑，也许你在等的人根本不是他。此处小林话中有话，是在暗示小白，他眼前的黑不是黑，还是想让小白换个男朋友呢？毕竟善意不离的小林也暗恋女主。另一边，小黑从白爸的杂物里找到了音乐盒，而今宵多珍重也让小黑回忆起了一段童年往事。这个音乐盒本是他的，不过小时候送给了一个小女孩，因为小女孩曾经送给他一台相机。随后，金宵大厦里，小黑背后响起了拍皮球的声音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第一期开头，一个小男孩曾在7楼半追着皮球跑。原来那个小男孩就是童年的小黑，他和童年的小白通过7楼半的镜子产生了一段缘分。成天小黑边抛球边往家里走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小白点着蜡烛洗澡，而蜡烛烧着了浴巾。多亏小黑及时赶到，小白才没被烧伤。小黑居然能感知到小白的危险，编剧又挖了一个大坑。
不得不说，金宵大厦真是越看越像安全教育宣传片。齐鲁班教育大家别随便用金属吸管，双鱼劝各位家里别放浓硫酸。这一期又警告女孩们洗澡别为了氛围点蜡烛。玩笑归玩笑，还是说回剧情本身。单元故事《城战英雄购》其实是借着游戏的外壳来聊亲子关系。老父亲为沉迷游戏的儿子操心，外加鼓励身患渐冻症的儿子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整个故事唯一令我惊喜的点，就是大叔同意天堂留在游戏世界，真正尊重孩子的意愿。如果结局是天堂回到现实世界，在父母的鼓励下继续治病，那可真没啥意思了。而看这期单元故事，除了剧情方面，我更是为港剧的没落而心酸。这个单元非常适合炫技，后期可以玩出更多花样，但廉价的场景和特效极大的削弱了故事的可看性。要知道，在港剧最辉煌的年代，许多 TVB 服化道都是引领潮流的存在。近几年 TVB 虽然也没少拿到大陆的投资，可是投资并没有用在剧集制作上，都拿去玩债券搞电商了。再加上降薪导致大牌艺人纷纷出走，高层有大换血，所以在2020年 TVB 亏损2.8亿以后，2021年 TVB 在疯狂裁员1000人的情况下，仍旧难以维持高昂的运营成本，亏损6.6亿。与利润一起全面倒退的，还有处于停滞状态的团队。许多在 TVB 工作十几、几十年的老人，明显追不上瞬息万变的大数据时代。距离第一部3年过去，大龄剩女打游戏没出息的话题，大陆已经翻来覆去拍过很多遍了。本期说的第3个单元故事，可能《城战英雄》这部剧的剧粉会喜欢，但路人观众多少会觉得无聊，甚至有些中二。片源更期待预告中那个恐怖的菲佣。等着看第4个单元故事姐姐的表现吧，或许只有独特的港式惊悚小故事，还能维持港剧的新鲜感。再说说这一期的主线剧情，这一期的片尾，小黑又分饰3角，Morris、男病人和 Joey 都出现了。而本期出现了几样关键道具，第一个是皮球，它的再次出现告诉我们，第1集开场就出现了小男孩，应该就是镜像世界的小黑 Joey。当时估计很多人都发现了，男孩在墙上写的字全部都是镜像字，再次证明了 Joey 是来自镜像世界。小黑遇到一个皮球，追着球跑，来到了镜子前，原来这个皮球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白，小黑应该是穿过了镜子才和小白相识。上次你送一部相機俾我，我而家送翻個音樂時球俾你。这句台词交代了另外2件关键道具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那部老式相机是童年小白送给童年小黑的，毕竟小白他爸开照相馆，家里有的是相机。而小黑作为还礼，又送了小白一个音乐钥匙扣，可以放今宵多珍重的音乐。其实这个钥匙扣早就在本剧的海报中占据了 C 位，我能看出这是个钥匙扣，但是看第6集之前，我确实没猜到它还是个8音盒，拿8音盒换相机，这波不亏。2人离开大厦以后，小白显然对童年时期的小黑没有什么印象了，但长大以后，因为这份熟悉感，他和这个世界的小黑 Morris 一见钟情。另一个世界的 Joey 也直接忘却了童年的往事，不过在他的世界应该也有一个对应的小白存在，2人之间说不定也发生了不少故事。还有金宵大厦这些住客在那个镜像世界也同样存在，所以Joey才会对所有人都很熟悉。Joey还用小白送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些人的照片，证明就是他第一次见到分解母女的时候就闪回了2人合影的照片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Joey在穿越之后失去了记忆。这么看来，Joey才是本片的第1男主。那60年代的那个精神病人会不会也是 Joey？ 之所以性格和失忆小黑不同，是因为此人是未来的 Joey， 经历了某件事导致性格发生了变化。之后的主线剧情就会讲述他为了阻止某件关于小白的危机而穿越回60年代。当然也有可能精神病人就是原世界的 Morris， 他穿过齐罗曼的镜子以后进入镜像世界，取代了原本的 Joey。 与此对应，镜像世界的 Joey 就被金宵大厦送到了原世界，代替了 Morris。Morris 的职业是咖啡师，而 Joey 的职业大概率就是照相馆的摄影师，所以才会对照片很熟悉。而小林很有可能是知情者，那台相机也不是他捡到的，而是他从镜像世界带过来的。他很清楚相机的主人就是 Joey。另一方面， Morris 进入了镜像世界，应该也会代替 Joey 原本摄影师的身份继续生活，并且他爱的或许并不是自己世界的小白，而是镜像世界的小白，新姿势也都是和这个小白一起时学到的。此外，由于金宵大厦的磁场，他也可以通过镜子拍到原世界的画面，因此知晓了发生在原世界的所有故事。后来穿越到了60年代，把这些故事告诉了女生。以上仅是一些个人猜测，大家有啥想法和脑洞也可以说说。上一部的阿肖一次次穿越回过去，是为了拯救他和女友的性命。那第2部的小黑在这个时空里徘徊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金宵大厦2属于好看不火的小众港剧，我还是会尽快更新下一期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%的审片人，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，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。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。